你不是意志力不够，你只是根本不知道怎么休息。很多人以为呢自己懒又没自律，但其实问题根本不在这里。你有没有想过这种经历？明明关掉电脑说要休息，结果躺着滑手机滑到焦虑，站起来之后呢比坐着还累。那不是你意志力的问题，那是从来没有人教过你休息这件事情怎么做对。今天要来跟你聊的是，怎么样把这种负债式的休息变成投资式的充电。我是阿控书房这个频道专门帮大家整理这些让人生更高效的知识，就像拿到一张经验值加倍券，把那种相见恨晚的东西变成你每天都能使用的小习惯。想看相关内容记得订阅哦。这一切的关键其实就在于你根本分不清楚逃避现实的懒惰跟顺从内心的休息到底差在哪里。很多高效能的人啊，像是矽谷创投家纳瓦尔，或是生产力大师阿里，都是提过一个概念：如果你的休息是带着罪恶感的，那不叫休息，那叫做精神内耗。很多人以为啊，不工作就是在休息，结果换来的是更深的疲惫。这集呢，帮大家拆解这背后的东西，让你以后玩游戏可以玩得理直气壮、心安理得，还越玩越有生产力。我把随心所欲而不会逾矩的这个休息浓缩成3个核心公式，分别是快乐的纯度、意志力充电和无愧成长。每个呢都配上很有画面、好记、带一点浮夸的口诀，让你一听就可以记住。第一个公式呢是快乐纯度，你的快乐纯度等于专注度加认同感减罪恶感。专注度呢是你当下在玩还是在晃呢？有没有真的投入进去？认同感是你的心底有没有承认说，我现在就是应该要休息的时间。罪恶感呢是那些突然跳出来说你不长进的那种脑内的碎念。这个快乐纯度的原则呢，就像你在想象一下在吃一块黄金的炸鸡。专注度呢是那层超级酥脆的外皮。认同感呢是你咬下去会喷汁的这个鲜嫩的鸡肉。而罪恶感是不知道哪里跑来的沙子。带着罪恶感玩啊，就像在吃一块沾满沙子的炸鸡，每一口呢咔吱咔吱咔吱，然后伤牙，然后又没有胃口。所以呢，你要让这块炸鸡吃起来好吃、鲜嫩多汁，你就必须要先把表层的沙子给拍干净。玩的时候呢，就是要彻底的消失在现实世界，告诉自己说，这是我应得的天堂时间。第一个例子，很多人考前会做最后的冲刺，却忍不住打开手游。在那个时候专注度很低，但心里一直怕被发现，或是我等一下考不好怎么办？然后认同感呢也是0，罪恶感会直接爆表。结果玩了2个小时，大脑比读书还累，这就是负分的快乐。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今天设定好完成3大任务才去吃大餐，那当你真的完成了以后去吃，那种认同感呢，会让你觉得每一口都像在天堂，每一口都很值得。这就是这个公式发挥的正向作用。我自己也还调整的一个习惯是，以前剪片剪到一半打电动，然后会觉得这个真有罪恶感。后来我直接在行事历上画出一个，这是我的绝对游戏时间。这段时间呢，谁都不能超我，也不准让自己去想工作，就是专心的在打游戏。当罪恶感归零以后呢，我会发现玩1小时游戏的效果，比以前带着愧疚玩3小时还要提神。第二个公式呢是意志力充电。公式：你的能量回填等于自由意志再加上放松的程度乘以时间。自由意志呢是你的这件事情真的想做吗？还是你只是用来逃避另外一件事情，你才来做这件事情？代表你的自由意志。那放松程度呢，是代表说你的身体跟神经有没有真正的放松下来。时间呢，就是你整体投入的时间长度嘛。这就像是在帮大脑做一个无限快充，就想象一下这是无限快充。自由意志呢，它比喻成是一颗原厂最强的快充头。那放松程度呢，是你这个充电板。那时间呢，就是你插着电的长度。如果你自由意志很弱，只是为了逃避工作才去玩的，那就像是用了盗版的充电线，然后充半天，然后你的电量还是红字，搞不好呢你充了过热还会宕机。
那你要做的事情呢，是先确认那颗快充头有没有插好，问自己一下说，我是真的很想玩这款游戏，还是我不敢去打开那份报告？那如果是真的想玩，真心想玩，你就接上电源，好好的享受这个快充。书里提到呢，真正的随心所欲是主动选择休息，这样会增加你的掌控感，而堕落是被欲望牵着鼻子走，那只会把掌控感慢慢的消磨殆尽。那生活中的例子呢，刷短影音，常常或是 short 啊，常常是低自由意志的行为，因为你常常根本不是想滑，只是不自觉的就滑下去了，放松感也很低，所以滑了2个小时还是很累。但是如果你只是去打一场需要动脑的球赛，虽然身体很累，但自由意志很高，充饱电的感觉反而会更强。我自己现在会注意，如果我拿起手机呢，第一个念头是因为很烦啊，想要找点其他事情做，那我就会马上放下，我会改去闭眼冥想，想个5分钟。那如果是因为我真的想玩，我现在就大方的去玩。光是区分这2件事情，让我的能量回填的速度快了很多。第3个公式是无愧成长，你的成长动能等于你的休息加上输出去除以压力。休息呢，就是真的有断电的那种高品质休息；输出呢，是你有目标的行动，代表输出。那除以压力呢？压力就是对于一切结果的执着跟焦虑，这就像是一条超级弹簧啊！你的休息就像是把弹簧压力压下去，压到有那种蓄力的感觉。那输出呢，则是你弹出去的那个瞬间，而压力是弹簧上面的生锈程度，它会把弹簧变硬，弹性让它变疲乏。压力太大了，生锈了，弹簧不管怎么样就会弹不远。那随心所欲的玩呢，则像是在帮你的弹簧上油，把那些叫做愧疚的这个锈斑给去掉。那最好的状态呢，是玩的时候你就把它这个弹簧压到底，工作的时候呢，让它大方的喷出去，弹射出去。有很多成功学的书都会强调，顶尖运动员在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能够在极度专注和极度放松之间快速切换。他们不会在休息的时候还一直去想着比赛的事情，因为那样会让这个弹簧疲惫疲软掉。另一个例子呢，是很多创作者卡关的时候，他会去旅游，那不是偷懒，那是为了把压力的分母给降下来，让自己的思考啊、创意、成长动能可以重新回来。我自己的话，每周晚上我会给自己的一个绝对放纵夜，不管这个周的进度怎么样，我都会彻底的断网。不看讯息，以前这样会觉得很愧疚啊，但后来发现，周五晚上彻底把弹簧给压到底，周一早上喷出去的这些灵感啊、力道、动能，跟我的心情的雀跃度都会变成以前的2倍。这3个公式串起来，你就只要记住3件事情：第一，玩之前先给自己一个许可，告诉自己这段时间就是应该休息的，把罪恶感给归零；第二，开始休息以前，问自己一句话。我是真的想做这些事情，还是我只是在逃避？那如果你是真心的想做，你再去做。那第3呢？每周至少安排一次彻底断电的时间，不管你进度如何，这段时间就是不工作、不看讯息。做到这3件事情，你的休息才会是真正的休息。那来问大家问题，在这个流行的碎片化学习，以及把所有的时间都利用起来的时代啊，这种快节奏的时代，你是哪一种人呢？我这边以下有 A， 连上厕所都要挂着 Podcast， 每分每秒都要有输入的人。那 B 呢，是你敢每一天都留白1小时，什么都不做，只是想跟自己待在一起的这种人。那第2个问题呢，是你觉得以下谁才算是真正的自律？1，能够把游戏打到世界顶尖，但是生活作息很乱的人。2，你每天按部就班的工作，但是从来不敢放肆玩的人，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律呢？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或者你觉得你自己是哪一派？你也有这种玩游戏的愧疚症吗？如果你也正在因为想偷懒而感到愧疚，可以试试这个小方法：
给自己设一个30分钟的纯度闹钟。这30分钟内，你可以做任何没有意义的事情，比方说整理房间啊，或是玩玩游戏啊，但是就规定100%的纯度，不准去想这些正事或是工作。你会发现呢，这30分钟的充电效果，真的比你带着愧疚感拖延整个下午还好。听完这集呢，希望你可以感觉到随心所欲并不是一种堕落，你只要掌握了公式，休息就是你最强大的武器。跳出愧疚的循环，你的经验才会真正的翻倍。那喜欢的话，记得按个赞、订阅、留言哦。如果觉得有帮助，也可以分享给需要的朋友。你做的任何一个小动作，都可以帮演算法加一点分，让更多人看见，也让我们之后呢，可以让你看到更好的内容，一起成长吧。那希望这个频道呢，能够成为你人生的经验值加倍卷。我是阿控，下周见哦，拜拜。